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今天的这个影片啊，主要是在讲一些初级的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分享。这个影片呢是这一个系列的第一个，那后面还会有中级还有高级的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分享，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参考，然后呢把你能够吸收到学习到的知识进而融会贯通，希望这一个系列的分享能够对你们有帮助。今天的这个影片呢，总共分成了5个部分。那第一个部分主要是在介绍3大的这个主要养分，再来呢是肥料的量的多少的取舍，再来就是水质，还有施肥频率以及气温在施肥上面应该注意到的因素，考量因素有哪些。这边3个主要养分的第一个是氮。氮肥呢，俗称叶肥，它的主要功能是在于长叶子，还有制造叶绿素。那有叶绿素的情况之下呢，才能够正常的行光合作用，而产生植物所需要的碳水化合物。那氮如果不足的时候呢，植株一般来说兰花植株会生长相当的缓慢，植株弱小，而且呢，它的叶子特别是老的叶子都比较会偏黄色、黄绿色这样的一个现象。那如果是这个氮肥过多的话呢，它的叶子会比较浓绿大，但是呢它会很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细胞壁会变得非常的薄，所以它呢叶子虽然大，但是会变得很软很薄也因此呢会比较有抵抗力差，比较容易受到病虫害的侵袭。第二个主要的养分是磷。磷肥一般俗称是花肥，它主要的功能呢是在制造能量，还有能量上面的运送在对开花来说呢比较有大的影响。那如果说这个磷的这个养分不足的时候呢，它的老的叶子通常都会比较小，而且呈现暗绿色。那有时候呢，它的这个叶柄的部分会呈现一些红色、红紫色的颜色出来，那它也会导致根系发育不良而且这种缺磷的现象，一般来说都是从比较下面的叶子部分开始逐渐的出现一些颜色上面的变异，然后再逐渐向上影响其他的叶子。第3个主要的养分呢是钾。钾肥呢俗称茎干肥，那它的主要功能是在维持细胞内电解质的一个平衡，那是主要蛋白质合成还有许多酵素催化作用所需要养分的一个重要的养分。那如果钾不足的情况之下呢，一般来说它的叶子的叶缘的部分或者是叶尖的部分，边缘或是尖部的部分呢会变颜色，会变得比较淡绿变白，而且甚至有时候就是变成黄色或是深褐色而坏死。那再来呢，如果它过量，刚刚是不足现在是过量的情况之下呢，其实会相对的造成其他的一些微量元素或者是次要元素，比如说钙跟镁这样的一种养分的吸收率下降。接下来因为我们已经对氮、磷、钾有初步的认识之后呢，我们来看一下我这边市面上能够买得到的肥料，它们氮、磷、钾的标示方式是如何呈现的。这个牌子的肥料呢，在美国到处很多地方都能够看得到，那你可以看到它这边上面标示的数字20、14、13这个应该都是大家不管到哪里国际通用的一种标示方式它的标示呢也是一样，按照氮、磷、钾这个元素的排列，所以20这边是氮，然后14是磷肥
钾是13那因为20是这3个数字里面最高的数字，所以你就会知道它这样的一个肥料来说呢，是一个氮肥为主的肥料，也就是针对叶子的成长比较是首要的一个肥料。那接下来的这个肥料呢，我也有那你看到它的这个数字是11、35、15，一样是按照氮、磷、钾这样的一个顺序排列。那你可以看得到它的数字最大的数字在中间，磷的这个数字35表示这个肥料它是一个比较针对开花上面比较有帮助的开花肥。接下来的这个肥料呢，它是另外一个牌子，叫做 Grow More那你可以看到这边它的3个数字都一样，20、20、20，这个是呢我们称作一种平衡型的肥料。那我个人呢，目前呢还没有真正常常使用这一种平衡型的肥料，因为我现在目前就是前面2种刚刚介绍的肥料呢我还没有用完，所以我还没有买。但是在这边想要跟大家说一下，有这一种平衡型的肥料如果你愿意尝试的话也是可以的。大部分的兰花肥料呢，除了这3种养分氮、磷、钾之外呢，都会含有其他的养分跟微量元素。但是因为这个影片是针对初级的肥料知识，所以我们就在将来的中级跟高级的肥料知识影片里面呢，再做更多的说明。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看肥料它这个分量的拿捏。不管是使用什么种的肥料，不管是叶子的肥料还是开花肥，我个人喜好用肥料它标签上面所建议浓度的 25%， 也就是1/4的浓度。比如说它如果建议1加仑的水搭配1茶匙，那我的喜好就是我会只用1加仑的水搭配1/4茶匙来使用。我宁愿每次用比较低的剂量的肥料，但是高频率的施肥也不要有就是太大，就是因为肥料浓度太高而导致兰花烧根根系灼伤的这样的一个危险所以这边呢，其实大家比较要记住的是薄肥勤施，那英文其实就是 weekly。 水质方面呢，我的建议自然是软水来搭配肥料会比较好。软水的种类来源有比如说蒸馏水、逆渗透的水、雨水、雪水那这些水里面的矿物质含量都比较低，所以顾名思义它们就是比较软的水，对于兰花根系表面是比较温和一些的。那软水呢，它的一个定义是小于150 ppm这个 ppm 是用来表示水中矿物质含量的数字，稍硬呢大概就是150到250之间，中硬大概就是250到320，那硬水基本上就是大于320这样的一个 ppm 的数值。那我家中的自来水通常都在150以下，但是呢我使用的是逆渗透的水，那这个逆渗透的水的 ppm 是0所以它基本上是纯水，里面是完全没有杂质的。当然这需要特别的设备才有办法制作这种逆渗透的水，但是它的制作成本比较高，因为毕竟你要买工具，你要买滤芯等等。那如果你真的不想要因为只有几颗兰花就在水质上面下太多的功夫，水龙头的自来水还是可以用的那有些兰花朋友问我说有没有必要特别去买矿泉水，那我这边特别要跟大家提醒我觉得完全不应该花钱买矿泉水的原因，是因为它除了单价比较高，比自来水来的高很多之外呢，它的矿物质含量也偏高。那既然你要花钱买水，不如直接买蒸馏水，它马上就是软水，就可以来搭配肥料使用，这样子是比较划算的方式。再来呢，频率。施肥频率真的要看个人的时间多少还有喜好来决定，但是大原则就是薄肥勤施，刚刚说的 weekly 才不会有烧根的危险。
有的人呢是每周施肥，那浓度就稍微淡一些。那有的人是每2周施肥一次，或者是每1个月才施肥一次的话呢，他们可以使用浓度稍微高一点的肥料配方。我自己是选择每次在给水的时候呢，都搭配肥料使用但是1个月中一定会有一次只用清水来给兰花浇水。原因是因为呢，清水可以用来溶解或移除多余的这些肥料的盐分那这种多余的肥料盐分堆积久了，时间一久它浓度也会变得太高，也是会在盆内呢对于兰花的根系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我1个月中一定会有一次只用清水来对它们做浇花浸泡的动作。再来呢，我们来讨论一下温度的部分。施肥的时机跟气温也有一些很微妙的关系。虽然这个部分呢有一点点稍微进阶了一些，但是并不难理解的。我们都知道植物在气温暖和的时候呢，会比在冬天生长的速度还要快。同理这样肥料的分解与吸收一样，是在温度比较高的时候，它的吸收效率分解效率跟吸收效率会比天气冷的时候还要好。所以如果已经到了该要给你兰花浇水施肥的时候呢，如果当天或是接下来的几天气温都不怎么高不怎么好的情况之下呢，你也可以斟酌决定是否是需要只给清水，或者是干脆就等到气温回暖再一并浇水施肥。这边要提醒大家，气温是否比较高或比较低，高低这个你要针对自己地区的天气来做决定我没有办法给你告诉你一个标准，什么样的温度叫做高还是低，这要看你自己的居家环境跟你在世界各地的哪里而定。影片到这边我们来做一个对于这个影片初级兰花肥料知识的一个小总结如果你只有几颗兰花，然后不想要花太多时间去研究，也不想要花太多的钱去投资在这个兴趣上面的话呢，你只要记得软水搭配1/4浓度，然后薄肥勤施，然后天气如果凉的情况之下呢，你可以只给清水，或是等待回暖再一并给水施肥。那如果你希望更进一步了解兰花肥料的知识的话呢，敬请期待我将与大家分享的终极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影片。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在之前的初级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影片中呢，我们谈到了3个主要多量元素氮、磷、钾的作用，然后这些主要元素、这些主要养分个别在缺乏或是过剩的情况之下对于植株所会造成的影响。我们在当时也谈到了肥料分量多少的考量因素，以及我对我自己喜好的搭配肥料的方式、水质、施肥频率还有环境气温的综合考量来做分享。如果你错过了那个影片呢，在影片的最后呢，可以点阅来参考参考。今天的这个终极兰花施肥知识影片呢，要来跟大家浅谈一下3个次要的养分，还有7个微量元素跟它们对于兰花的作用。那因为这个影片呢只是个终极的分享这些
养分元素的功用呢，也就是大略的跟大家提一下而已。有兴趣继续钻研的兰花朋友呢，要请你们自己多在网络上面呢多做功课，来深入学习毕竟我觉得啦，教人钓鱼比直接给人家鱼吃还要更有意义，更有效果。在上一个初级的影片中呢，跟大家介绍了3个主要的多量元素氮、磷、钾。那这一次呢，我们要看的是次多量元素，它的英文叫做 secondary nutrients。那有3个，分别是钙、镁、硫。它们之所以被称之为次多量元素，是因为它们比起主要的这个多量元素氮、磷、钾所被兰花植株所需要的量来说，是稍微少了一些，所以它们的名字就叫做 secondary nutrients， 次多量元素。钙质它的主要功能呢，就是强化细胞膜。镁它的功能呢，是在形成叶绿素。硫主要是在负责蛋白质的形成，那缺少的特征啊，其实跟缺氮是一样的，就是在叶子上面啊，特别是年轻一点的、幼小一点的叶子啊，会发现它的颜色啊，除了变得比较淡之外呢，也是它的大小也会有不同。再来呢，我们简单的来说一下，就是这几个微量元素比起刚刚谈到的3个次多量元素，下面的这7个微量元素呢，其实啊，被兰花植株它本身所需要的量又再更少了一点，所以叫做微量元素，英文叫做 trace elements。那这边呢，它微量元素每一个它们的功能我们就不做一一的做说明比如说氯啊是促进光合作用的啊，铜啊如果吸收不良或是缺乏铜的时候呢，它的叶子可能呈现深绿或是卷曲无力啊，然后铁啊可能是负责叶绿素的传导啊，传导酵素啊，但是如果铁不足的话呢，可能会呈现就是说它的叶脉啊会有淡绿色或黄白色这样的一个征兆啊，或者是说锰啊它是促进光合作用啊等等等这些呢有兴趣的朋友啊还要自己在网络上面多做研究来进行深入的了解。不同的牌子啊，它的养分配方啊都会不太一样。我个人的操作方式呢是使用2种不同的牌子来搭配，就是交替使用，不是混在一起使用，而是交替使用。这样子的话呢，就可以避免单一品牌它肥料啊，可能有特定的某种的元素是过低，甚至完全没有的可能性。比如说你有2种肥料，那你可以这一次呢用肥料 A， 下一次施肥的时候呢用肥料 B。那我也知道有兰友是每2个星期或每1个月就都用一种肥料，然后下一次呢每下2个星期或是下1个月呢再用另外一种肥料。那看到这边你可能就会问啊，那如果买3种牌子的肥料交替使用呢？其实答案是没有不可以，但是你必须要去考虑到你有多少兰花能够在大约多长的时间内可以用完这些肥料。比如说如果打开太久没有使用完毕是不是有过期或者是受潮而导致肥料变质的可能性呢？这个我其实没有办法告诉你标准答案你自己必须要去思考是什么时候能够用完这些肥料比如说你买3种牌子、4种、5种牌子交替使用，相对的这每一个牌子打开的时间都比较久，那是不是有受潮过期的可能性这个东西必须要你自己来回答。那我们再换另外一个角度来思考这个问题，如果同时使用太多种牌子的肥料交替使用，那你怎么会知道哪一种肥料对你的兰花最有帮助呢？如果你懒得去做尝试那其实最好就是买2种交换使用，来互相补足他们自己彼此的不足来互补他们不足当然在购买兰花肥料之前一定要先比较标签上的资讯
然后再决定是否与你已经有的兰花肥料或是想要买的兰花肥料种类里面，它们是互补还是有完全重复的现象。如果你希望更进一步了解兰花肥料的知识，特别是我自己使用兰花肥料时候调配的配方，还有我的一个操作方式呢，敬请你期待我将与大家分享的高级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影片。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各位喜欢兰花的朋友，大家好，我是安格斯。如果你是第一次看到我影片的新朋友，我的 YouTube 频道是一个兰花频道，我在这边与你们分享兰花相关的种植要领、个人经验、我学习到的技巧、兰花欣赏等等等。如果你想要学会怎么养兰，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这样每当我上传新的影片，你就会收到及时的通知。在这一个系列的第一个影片，也就是初级的兰花施肥知识技巧影片中啊，我们提到了3个主要多量元素氮元钾的作用，然后这些元素它个别在缺乏或是过剩的情况对于植株所会造成的影响。
那我们在那个影片呢，也谈到了肥料分量多少的拿捏还有我对于搭配肥料、水质、施肥频率，还有环境气温的综合考量。那在上一个中级的兰花施肥影片中呢，那个分享我跟大家浅谈了3个次要养分 secondary nutrients 钙、镁、硫，以及7个微量元素 trace elements 对于兰花的作用。那因为牌子不同的牌子它的养分配方都不同，我也跟大家分享我对于如何决定要使用多少种肥料品牌的看法与建议。如果你错过了这些影片呢，在这个影片的最后也可以点阅来参考参考。今天的这个所谓的高级兰花施肥知识与技巧的影片是为了要跟之前兰花施肥的影片有所区别。我个人并不觉得这真正是高级的资讯因为真正进阶施肥的知识技巧都是专业兰园他们常年经验的累积跟他们商业的资本，不是我们这种业余兰花嗜好的从事者能够在短时间领悟到的。不过呢，在这边还是希望大家能够吸收你们能够吸收的部分，然后依照个人的意愿来决定你是否要在这方面呢在网络上面呢多做功课，多琢磨钻研。一样那句话有兴趣钻研的兰花朋友呢希望你们自己在网络上面能够多做功课来深入学习我希望能够教你们钓鱼，但我不能够直接给你们鱼吃。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影片的核心了。我将要跟你们分享我自己通常在肥料调配上面的操作那这边注意我说通常我强调通常这2个字。我之所以强调通常，是因为我会看季节、天气、兰花植株它本身的状况来斟酌哪一些养分我需要多给一些，或者是按照一般的量来给就可以了。我通常使用的肥料配方有4种产品。那我这边先提醒大家一下，因为这些东西呢都是我在美国购得的，所以你不应该追求跟我一模一样的厂牌，除非你也在美洲地区。所以不要追求厂牌，而要针对我跟大家在下面说明的这些产品中所提供的这个产品所提供的养分来做了解，这样你在你的地区里面呢，就可以针对这些养分去寻找你觉得适合，而且是你当地能够找得到的肥料品牌，而不是盲目的追求某种厂牌的肥料，因为也许在你那个地区你根本就找不到这4种跟我一样，这4种一模一样的产品，也不一定。我通常使用的肥料配方是这4种那第一种是主要的它就是主要的兰花专用肥。那第2种、第3种、第4种是我额外加的CalMag， 然后再来呢，第3个是海带的萃取素，再来就是蟹盐。这个呢是 CalMag 它的一个照片，这个是海带萃取素的产品照片。接下来的部分呢就稍微进阶一点了，而且如果你有兴趣要知道更多这方面的资讯一定要有一个 TDS 的测量计，因为呢我们马上要来看看刚刚跟你们分享的这个配方溶于水中的 ppm 数值。图片中呢，蓝色在左边的这一个它是 TDS 的测量器，那你也可以看得到它上面的数字的下面一点点的地方有 ppm 3个字母，这个就是我说用来测量水中它 ppm 数值的一个工具。我们除了会用 ppm 来辨别水的软硬之外呢，我们也会用这个来测量溶于水中肥料的浓度。如果太浓有烧根的危险，但是这边我们不需要太担心，因为我自己使用的浓度都是1/4的建议浓度而已但是 ppm 数字背后它所代表什么样的意义，有兴趣的你是需要知道的，也是因为这样子，所以我在这边特别再跟大家说明一下。
你现在看到的这一个表格，是我2次施肥，针对每一种它肥料、每一种产品它溶于水中的 ppm 测试到的数字来给你们做一个比较，然后我们用这个表格这2次的这个数字呢，我们来做一些简单的讨论。在这边你可以看到这个兰花专用的肥料，我选择的是20、14、13的 Better Grow。那由这个20最大的数字，你可以知道这个肥料是氮肥为主，俗称叶肥。很多兰花肥料都是调好的复方肥料，它除了有氮磷钾之外呢，还会添加次要跟微量元素，但是不同牌子它的配方都不太一样，所以在购买前最好看清楚标签，才不会买到与你已经既有的肥料有过于类似的肥料配方。下面一个产品，第2种产品 CalMag 提供的就是钙跟镁这2种次要元素。那我1加仑呢，只用滴管滴下10滴，这一种就是我使用的滴管，相当的便宜，也很容易买得到。再来第3种海带萃取素，这个海带萃取素它的标示是001，可以看得出来最后面的那一个数字是代表钾元素。我俗称这个叫做生长激素，海带生长激素或海带水。但这边我要强调一下，这个萃取这2个字，它不单单就是海带买回家泡完水，泡完剩下的水那么简单而已千万不要使用泡完海带的水，那个很咸，会伤害你的兰花的根系。第4种是蟹盐，它提供镁跟硫的养分。另外你一定有发现这2次所测到的总 ppm 数字上面有一些差异，这个很正常误差是一定会有的，不一定是测量器的误差，有时候可能是滴管挤压上面力道大小所滴出来的这个水滴大小的误差，这个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如果是天气比较暖和，像是春天结尾一直到秋季刚开始秋初或者是植物正在积极生长的时候呢，我会将主要肥料 Better Growth 这个由1/4茶匙提高到1/3茶匙的量对每1加仑这当然也会提高总 ppm 的数字，但是一般呢，我自己这个 ppm 的总值的区间就抓在450以下，我认为是比较安全的。那如果 ppm 不小心过高该怎么办呢？我在这边故意要拖延一下时间，停个几秒钟，让你们有一点时间去问一下你自己这个问题看到这边你应该要有一些概念应该怎么办呢？其实答案很简单，就是加入水纯水，甚至就是一般的水就可以降低它的浓度了。那你现在一定可能又有怀疑那要稀释到什么程度？你这边必须要边加水边用你的 TDS 测量器来调整来稀释到你觉得适当的数值。所以呢，如果你在这一方面需要研究，需要下功夫，想要下功夫这2个工具 TDS meter 还有这个 pH 值的酸碱度的工具是一定要有的。再来，我们要来快速的讨论一下水的酸碱程度跟养分的吸收效率。这个我之前跟大家就已经分享过了，但是因为我们在讲施肥，如果不顺便提一下水的酸碱度与养分吸收效率的这个微妙关系这个影片也不够完整。这边的重点是要让水尽量在酸碱值介于 5.5 到 7.5 之间，因为这个区间对于所有的养分吸收来说是最全面、最有效率的那你不要认为一般的水都一定是中性的7因为举我家自来水的例子来说，就高达8，有时候甚至高达 8.5 的碱性水，所以呢，我会使用我的 pH 测量器来测试我加完我所要混合的这些肥料之后呢，它的一个酸碱度那这个如果你没有一个 pH 测量器，这个酸碱度的 pH 测量器你是没有办法得知的，没有办法测试的。
就算是我家里逆渗透的水来说，虽然经过过滤，它里面没有杂质，是纯水，它的 pH 还是偏碱性的水。虽然说它的 ppm 是0，这个 ppm 的数字是代表水中的矿物质杂质的多寡，跟酸碱的关系没有绝对。一般来说呢，加了兰花专用肥进去的水一般来说，像以我家里的这个水来说，加了 Better Grow 那个肥料之后 pH 值都会降到6到 6.5 之间。但是呢，我喜欢 pH 值介于 5.5 跟6之间所以如果 pH 值不够，我会用一种产品叫做 pH Down 来调到我要的 pH 值的数字。图片中右边的这一桶橘色的这个溶液这个产品就是我刚刚说的 pH Down。 这个东西很酸不需要很多所以这个东西也是需要用滴管一次滴个1-2滴2-3滴，然后测测 pH 值，然后呢看看它的酸碱度。那如果不够，不在你的理想区间呢，你就再滴个2-3滴1-2滴再继续测试边滴边测试，这样子呢就比较能够精准的抓到你所需要的 pH 值。那如果这种东西加太多太酸比如说 pH 值已经降到4了那怎么办呢？有兰友建议可以加入少量的小苏打粉来提高 pH 值，因为小苏打粉是碱性的。但是不管是要降低还是提高 pH 值pH Down 或是小苏打粉这种东西一定要一点一点慢慢的加，然后边加边测试。所以说呢，在这方面要下功夫，你一定需要有工具那这个东西呢就看个人的意愿。我是建议你买啦，因为他们真的不贵。那如果你真的觉得太麻烦的话，其实这部分呢还是回到我初级的分享影片，你这样子呢就还是能够操作，还是能够继续养兰花观赏兰花，而不用花太多的时间在养分上面做这样的研究。以上就是今天为您带来的影片。如果你喜欢这个影片，请帮我在影片的下面点个赞。如果你要继续与我一起学习怎么养兰，别忘记订阅我的频道并打开通知铃铛。谢谢您的观赏，我们下次再见。